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午睡是一件看起来十分微不足道，但又不能忽略的事。工作一上午，中午午睡一会儿，确实有利于下午的精神状态，而且有85%的人都有午睡的习惯。就目前的研究来看，午睡能够帮助我们降压、保护心脏和消除疲劳、增强记忆力等。但就在带来这些好处的同时，前段时间的一项研究也带来了不少的争议，说频繁午睡反而有害。看到这里，相信不少人也和小关一样持怀疑态度，午睡怎么有害呢？别着急，接下来就跟着小关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为什么中午打盹更精神？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 James Mass 曾提出过 Power Nap 的概念，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能量盹，也就是说，一个5到10分钟的能量盹就能帮助你提高精气神。中午15到30分钟左右的睡眠，不仅可以舒缓身体、加强记忆，还能帮助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。但是，科学研究发现，对于文员、飞行员、宇航员、医生等等职业不同，工作强度不同，身体状况也不同。午睡时间从6分钟至90分钟都有显著的益处。2020年，欧洲心脏病学学会公布的中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成果指出，对于那些每晚有充足睡眠的人群来说，每天不超过1小时的短暂午休有助于心脏健康，但午睡超过1小时可能导致其死亡风险提高30%。这项研究里有个前提，那就是频繁。研究的人数达到3462人，无论是研究时间跨度，还是从研究的标本来说，都是相对权威的。这个研究把午睡分为不午睡1到3次、3到5次、6到7次，共4组。每周睡6到7次，也就是每天都睡的人，5年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最高，为67%。不午睡的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最低的。每周午睡1到2次、3到5次的风险差不多，总体比不睡的人稍微高一些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研究并没有特别提出说如果不午睡就会很健康。看到这儿，很多人开始迷糊了，这研究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总结一下就是，如果你每天非要午睡不可，不午睡就不行，那你出现心脏风险的概率要大很多。如果你没有午睡习惯，又可以正常工作学习，你出现心脏风险的概率就会小很多。所以，如果你经常出现1次不午睡、1天没精神的状况，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心脏检查了。那么话又说回来了，午睡时间长短是否影响寿命？怎样控制午睡时间？这应该是很多人关注的点。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体会，睡得越久，醒来后仍然感到疲惫，表现出一种似醒非醒的状态，意识不清，思维错乱，甚至会有暴力的倾向。这在医学上称之为睡醉的现象，与喝醉酒的状态极为相似。其实，正常的睡眠可以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：入睡期、浅睡期、熟睡期、深睡期、快速动眼期。而睡眠本身是由浅入深的状态，一般情况下，每个睡眠周期持续90到110分钟，在入睡超过30分钟后，就会由浅睡眠进入熟睡眠。通俗的讲，也就是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，大脑就会根据生物钟指令进入熟睡眠、深睡眠。一个闹钟或者一个事情把你叫醒，这时大脑还停留在熟睡阶段，身体被迫上班的状态，从而引发感觉很累、睡不醒、没精神等问题。所以，控制午睡时间这件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有的人是因为午睡时间充足，但想更加健康午睡才去控制；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工作学习原因，不得不去控制这个时间。无论何种原因去控制午睡时间，你都需要知道，科学合理的午睡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一些疾病的发生。
比如说，你每天午睡半个小时，就能够使冠状动脉得到休息，这可以明显降低心脏病和冠心病的发病率。而心脏健康与否，确实在某些程度上影响寿命。如果午睡时间过长呢，肯定是有害无益的。一般我们认为最佳的午睡时间是40到80分钟，如果超过这个时间，人体往往会出现头晕、反应迟钝等情况。另外，突然陷入长时间的午睡，这会打乱我们人体本身的生物钟，甚至造成当天失眠。美国研究人员曾在2016年做过一项研究，研究显示，如果午睡时间超过90分钟，这个时间会增加代谢综合症的患病率，进而引发糖尿病。长时间午睡时间过长，这种量便会慢慢演变成质变，自然也会对身体健康和寿命形成间接影响。而且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午睡的。首先，不适合午睡的人就是失眠人群，本来晚上就睡不好了，白天再午睡一会儿，这不叫雪中送炭，反而是火上浇油。其次，就是刚吃完饭的人不适合午睡。你可能会问，午睡不就是吃完饭进行的吗？吃完饭不能睡觉，这还算是午睡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在刚吃完午饭时，体内会有大量血液流向胃部，这个时候大脑供氧会明显下降，如果马上跑去午睡，就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。而且此时食物堆积在胃部，立刻睡觉可能会引起食物反流，这对我们的食道也会有一定的损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些脑血管疾病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也不适合午睡，因为老年人群的平均睡眠时长变短，体力消耗减少，午睡可能会降低晚上的睡眠质量，长此以往会恶性循环，晚上睡眠质量差，中午午睡补觉就会影响晚上质量。此外，睡眠时血流速度变缓，醒来后血压会产生波动，有诱发中风、心梗的疾病风险。还有肥胖的人群，包括体重超标20%的人，也不适合午睡。对这类人群而言，午睡会增加自身的血液粘稠度，极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。体重偏胖的人，午睡更会加重肥胖的情况，身体消耗的能量减少，不利于健康，还会增加诱发糖尿病的风险。最后就是低血压的人群。对于低血压的人，夏天天气炎热，水分及电解质消耗快，如果把室内空调设置过低，更容易加重低血压的症状。况且血压偏低人群本身血压就比正常人血压低，午睡时血压会进一步降低，这个时候极易引发呼吸困难等反应。同时也应注意白天不要过度劳累，生活作息规律，晚上按时就寝，就可保证充足的睡眠。午睡起床时先清醒一下意识，动作要缓慢，避免危险发生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对合理午睡这件事心里面应该有个大概的认知了。小关在这里总结一下注意事项。首先就是要控制时间，想要科学合理午睡，就是控制好时间。这里建议的时间是30到60分钟，千万不要超过80分钟。最重要的是根据个人情况合理安排午睡时间。比如晚上睡眠不好的人群，可以通过睡午觉，有助于体力和精力的恢复。上班族可以把午睡时间缩短为5到10分钟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中午睡15到40分钟是最合适的。即使没有睡着，也可以休息大脑和缓解眼部疲劳，对恢复精神最有效率，但不要超过1小时。2. 不要强行午睡。如果你感觉自己并不是很想午睡，而且自己不午睡也不会影响到工作学习或生活，那就尽量不要强行午睡，以免适得其反。3. 不要饭后马上睡觉。吃完饭不要马上午睡，具体什么原因前面也说了，吃饱了饭立刻午睡，容易导致消化不良，诱发胃炎甚至反流性食管炎。小关的建议是，吃完饭后先溜达一会儿，时间也不用太长，大概10几分钟就行了。4. 不要趴着睡。这一点其实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很困难，
毕竟很少有哪个公司能给你提供专门午睡的地方。但趴着睡觉确实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姿势，这会导致我们的颈部前倾，长期这样很容易导致颈椎变形，引发颈椎病。所以午睡的时候，如果条件不允许，可以自己带一个 U 型枕，或者躺在靠椅上睡。总的来说，睡后不睡都是建立在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的前提下，千万不要为了午睡而午睡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在此视频中学到了有用的知识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看哟。喜欢小关的话，记得点点订阅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